你知道吗？台湾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动画制作中心，包含了像小美人鱼、飞天小女警等等热门动画，都曾经是台湾公司制作的。我们的童年回忆居然是台湾人创造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动画产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哦。曾经有一段时间，台湾的动画产业超级强。除了刚刚提到的作品，台湾动画公司参与制作过的，还有像是阿拉丁、狮子王、泰山、花木兰等等的迪士尼电影，以及汤姆猫与杰利鼠、顽皮豹、摩登原始人、蓝色小精灵、德克斯特实验室等等等等，一大堆家喻户晓的电视卡通。据说全球一度呢有大约1/3的动画都是台湾动画公司经手制作的。美国更有高达70% 的电视卡通是 Made in Taiwan。当时就连洛杉矶时报都曾经指出，台湾要是罢工的话，美国电视的卡通时段恐怕就没东西播了。那既然这一集呢是我们频道会员许愿池选出来的题目，会跟大家一起聊聊台湾动画产业以前到底是有多强，那现在状况又如何呢？不过在开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各位小时候有梦想的自己帅气开着战车吗？今天要介绍战车世界，让你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就能够在刺激的对战当中实现战车梦。战车世界主打完全免费，不比谁氪金多，只比谁的操作比较高端。游戏中有超过30种不同的地图，从山丘、森林、城市到沙漠，根据地形、天气都有不同的策略与作战计划。此外，还有超过600种战车，轻、中、重型战车一应俱全，高度还原的设计大大提高了游戏的真实性，而且还跟各种 IP 合作，比如少女与战车、战场女武神等等的动画，丰富游戏乐趣。现在只要透过资讯连结注册游戏并输入代码，就能够获得超级实惠的特别礼包。有兴趣的话，快加入战车世界吧！让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50年代，当时台湾人的主要娱乐还是歌仔戏、布袋戏跟电影。不过当时美国已经推出不少卡通动画，台湾有些漫画家跟广告人也因此对动画产生兴趣，开始自制动画短片。不过他们都是用土法炼钢的方式在做动画，并没有专业的技术或者器材。直到后来美国传教士卜立辉在台湾创立了制作广播电视节目的光启社，台湾动画产业才渐渐的起步。那时候卜立辉一边想办法引进了一批美国的2手动画拍摄器材，一边也培养起动画人才，包含推荐艺术家赵泽修去美国学习动画。而赵泽修1965年学成归国之后，也马上到光启社成立动画部门，并推出台湾最早正式播出的几部动画。而最知名的是他们替政府做的交通宣导短片《龟兔赛跑》，当时是在电影院放映正片之前播放。那很多后来投身动画界的人说，那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台湾有人在做动画，受到非常大的冲击跟启发。赵泽修也因此被誉为是台湾的华特迪士尼。那虽然后来光启社因为经费不足关了动画部赵泽修也移居美国，但还是有许多受到他们影响的人接棒在台湾继续做动画。那就算机会有限，还是陆续推出一些政府的宣导片跟连续剧片头的这个动画等等的尝试。不过普遍认为，台湾动画产业真正的起飞是在开始代工之后。到了70年代，日本动画产业崛起，需求量大增，美国又因为劳工运动盛行，导致动画劳力成本大涨，所以这2个动画大国都纷纷开始寻找外援代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台湾的影人广告公司就率先跟日本的动画公司合作，成立影人卡通，招募人才并严格训练之后，才让他们帮日本卡通做加工。影人也因此被誉为台湾第一批专业动画师的摇篮。不过后来刚好遇到台日断交，加上台湾动画师又因为收入太低而不满罢工，所以影人卡通在短短1年多之后就宣告解散。而几年后成立的宏广公司则一改影人的日式作风，带入了美式经营模式，高薪挖角一大票动画师，请美国技术人员来教学，再以超高效率打进好莱坞，抢下迪士尼等等大片商订单，让台湾动画产业正式进入代工全盛期。宏广一度成为全球出口量最大的卡通制作公司，年产量高达了190部，影片开头说到的经典作品就全部都是宏广代工的。而这样子源源不绝的订单也吸引了许多小型动画公司加入代工业，去承揽宏广外包出去的业务，甚至还逼得美国卡通工业的人呢上街抗议台湾动画师抢饭碗。而这些从代工产业培育出来的一批动画人才，也开始不断的尝试制作自己的原创动画，但发展却没有像代工一样顺利。
在70年代以影人训练出来的动画师为首，有许多人开始在台湾推动原创动画的制作。最初的题材多半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故事，比如1975年台湾推出的第一部宽银幕卡通长片《封神榜》，就是改编自《封神演义》，但票房却都不是很理想。而到了80年代，随着政府的审查制度放宽，漫画市场又蓬勃了起来，动画人们也把目光转向畅销漫画。1981年改编自香港热门漫画的《老夫子》上映之后就大获好评，而港台两地的票房加起来就超过了1亿元台币。之后，包含了红广在内的许多公司都想要乘胜追击，接连出现了好几部的漫改动画。只不过这些片子不是因为制作期太赶出现各种瑕疵导致票房失利，就是遇到资金版权问题，连戏院都没得上。而这波漫改潮流也因此渐渐的退烧。那在长片以外呢，短片的发展也不太顺利，多半以政府出资的社教宣导片为主。那虽然后来政府创办了金穗奖，也开始制作非盈利的公共电视节目，鼓励了一些不在主流体系内的动画作品，但数量还是很有限。可以说，在整个70、80年代，台湾的动画产业都是在一边做代工学技术，也一边尝试自己创作的阶段。只是从代工走向原创并不容易，因为在代工时接触到的只是动画制作的部分环节，像是前期的开发、后期的映演、行销等等，台湾就都没有什么经验，得自己摸索。再加上戒严的背景创作上面也受到不少限制。而就在他们努力尝试还没有找到突破口的时候，又有更多的挑战接踵而来。就在原创动画还在摸索试错的时候，海外的卡通已经陆续在倾销进台湾，小甜甜、顽皮豹等等动画成为了台湾6、7年级生的集体回忆。而从80年代开始，台湾电视上面播的卡通就清一色都是美国跟日本动画，而之后美国的迪士尼卡通频道更直接在台湾开设电视频道，让原创动画之路难上加难。而到了90年代初，台湾经济起飞，劳工的薪资增加，台币升值，动画代工的收费也跟着水涨船高，让许多国外的动画大厂把代工业务转给了劳力成本更低的中国、东南亚，而台湾的公司也纷纷到中国设厂，结果台湾本土连代工的生意也慢慢的流失。同时，动画制作的技术也日新月异。1995年，皮克斯推出了史上第一部完全采用电脑技术制作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正式宣告动画进入了数位时代。传统手绘动画当中需要大量人力来描图、上色的步骤，也逐渐的被电脑取代。那在代工业务外流跟新技术的挑战之下，留在台湾的动画人选择更积极的投入原创开发的行列，希望打造出台湾动画的自有品牌。9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解严、全球化跟跨国企业的趋势兴起，台湾的原创动画也积极的找寻新的制作模式，出现了不少跨国合作的案例。比如1993年，中华卡通公司就跟中国的公司呢合作推出小太极动画，在台湾跟中国的电视上面播出。而后来，台湾著名的漫画 Young Guns 呢，更反过来找日本代工，推出了2集的动画录影带。同时，政府也从90年代开始推出辅导金机制来扶植国片。王小弟导演1998年的动画长片《魔法阿嬷》就是跟韩国公司合作，也拿到辅导金的例子。当时只有在台北华纳威秀一家戏院正式上映的《魔法阿嬷》，票房虽然称不上超好，但台湾本土文化跟信仰的题材成功的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参与了许多的国际影展，后来也多次在电视上面重播，被视为是台湾动画的一大里程碑。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已经获得了台北电影奖100万首奖的《魔法阿嬷》8、9不离10也会拿下金马奖，但当年的金马奖评审呢，却以内容推广怪力乱神为由，不愿把奖颁给魔法阿嬷，直接让最佳动画片得主重缺，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呢，这个事件重挫了台湾动画圈的士气。那后来在国内资源不足，又要与国外作品竞争的情况之下，台湾的原创动画也确实陷入了瓶颈。那虽然政府有补助，但市场表现不好的话，还是无法回本，很难稳定的推出作品。而且台湾也一直没有建立国内动画的保护制度。最后本土市场上呢，还是以大制作的国外动画为主。在近10几20年内，随着电脑跟网络的普及，动画师可以用的工具跟学习的资源都越来越多。这个动画产业早已有了各种不同的商业模式。台湾也出现了许多中小型的动画工作室，而这些工作室的主力不一定是传统的叙事动画，而是动态设计、视觉特效等等的领域。而他们提供的服务也更加多元，像是操作过金曲奖视觉设计的 Design Mix Code 这些设计工作室，业务内容可能就包含了广告、MV、演唱会视觉、电影特效等等，或是我们公司点讯设计。
其实也有动画制作跟节目包装的相关业务。但是回到叙事类的动画长片跟电视卡通来说，台湾这方面的发展还是相对有限的。虽然陆续有几部原创动画产出，但票房或者收视成绩大多不太理想。针对这个状况呢，许多的从业人员指出，这是因为台湾的原创动画至今还没有建立出一套成功的模式。由于动画制作成本很高，长期以来呢，台湾动画的市场反应又都不是很好，多半都不能够回本，导致敢投资的人越来越少，开发原创作品的机会也跟着变少。就算难得有动画片的制作，也往往是拍之前呢找来一大群人，拍完之后就鸟兽散，到了下一部片又要从头开始，所以经验很难传承下去。那话虽如此，其实台湾还是一直都有动画公司不断的在争取各种开发原创的机会，比如西基电脑动画呢就跟 Netflix 合作推出美日台3方合制的动画伊甸，又或是大猫工作室也有推出的勇者动画系列。此外，也有人靠着短片累积经验跟打出名号，希望能够借由获得筹拍长片的机会，比如曾经获得金马奖的旋转犀牛停格动画工作室就有3短1长的计划，打算先推出3部短片来掌握技术跟资源，再集中火力筹备长片。在影片的开头有说到，这一次的主题是我们频道会员许愿池选出来的题目。那其实最初提案的会员呢，本身就是学动画的，但他听说在台湾当动画师就只能够做广告，没有机会创作叙事类的作品，所以一毕业就去了日本。我们这一次在查资料的时候，也看到有很多人会好奇说，台湾以前的动画代工那么强，为什么后来没有办法像美国、日本一样产出很多的原创作品？我们是觉得这真的很难归结于单一的原因，但至少可以说，不是因为没有人去做，只是阻力一直很多。对于过去的台湾动画人来说，他们想要发展原创，可能多半就只能够靠代工来学习，但能够学到的又只有一部分，加上政治环境的限制、大环境的变迁等等，所以可能就会有一段比较长的试错过程。但对于观众来说，最终呈现的作品状况还是一切。所以久而久之，当制作更完善的国外作品占满了市场，投资者也渐渐的因为亏本而被吓跑。那感觉这整个过程当中，虽然产业里面的人都很努力，但过去代工的高效率反而让外国的动画产量大增，回头压挤到了原本原创的空间，真的是蛮让人难过的。好的，那最后就想要来问问大家哦，你有看过台湾自己的动画作品吗？有啊，这个魔法阿嬷、小太极都是满满的童年回忆啊。B 当然有，现在也持续的关注台湾动画，近几年的动画短片也都很好看。C 没有，台湾动画作品太少了，印象当中呢，我看的都是美国、日本的卡通。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台湾的动画产业。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台湾游戏产业以及台湾戏剧的前世今生。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